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日本精神科医生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让大脑不衰老的电视观看法与读报使用法》这本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提出一个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但极其关键的观点：电视与报纸不仅是资讯来源，更可能成为锻炼大脑、延缓衰老的工具。这本书非常适合想要预防大脑老化的人，想改善思考力、注意力、判断力的人，担心痴呆症、希望保持脑部活力的中老年朋友，想通过日常行为轻松养老的人。下面将依照书中的结构，详细介绍核心内容。今天的视频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大脑的老化从前额叶开始；第二，多频道时代的电视相处之道；第三，刺激大脑如何高效阅读报纸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大脑的老化从前额叶开始。和田先生常年从事老年医疗，在查看无数长者的大脑 CT、MRI 图像后，发现一个一致的现象：最先开始萎缩老化的是前额叶。前额叶是整个大脑最人类化的部分，责任、意欲、动力，想做什么，愿不愿意行动，思考能力、推理、分析、判断、创造性，提出新点子，产生灵感，专注力，保持注意力，情绪控制，避免情绪过度波动，沟通能力，理解与表达，应对变化的能力，遇到突发状况时保持灵活。一旦前额叶退化，人就会变得懒散，提不起劲，容易发脾气，注意力变差，觉得麻烦，算了吧，思考单一，不愿尝试新事物，开始固执，变得顽固不化，容易陷入孤立，导致进一步老化。换言之，前额叶衰退等于人的生活能力衰退、人格僵化的开始。那么，如何延缓前额叶老化？作者提出了3项关键心态，简单却非常有效。一、主动迎接意料之外的刺激。前额叶就像肌肉一样，需要持续刺激。最能激活它的，就是从未经历的新鲜事。例如，路过新开的饭店，不要犹豫，进去吃一次；平时从不下车的车站，下去散步看看；把每天固定看的电视节目换一个；试试平时不读的报纸版面。这些小小的变化就足以刺激大脑产生咔嚓怦然的活化反应。作者强调，老年越要主动追求变化，不要让生活单调化。二、许多事不是不知道，很多人随着年龄增长变得畏惧失败，变得不愿尝试，但前额叶恰恰是因为尝试而被激活，即使结果不是预期的，也无所谓。关键是行动本身就是对前额叶最好的训练。3、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。真正保持大脑年轻的人，都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，对大众意见保持一点怀疑，不盲从多数，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。作者建议大家培养一种适度的逆向思维性格，这种性格并不是让你无缘无故的反对别人或事物，而是为了锻炼和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很容易习惯性的接受别人说的、看到的或者所谓的常识，而不去深思其中的合理性。长此以往，大脑会逐渐陷入自动化的工作模式，只是机械的处理信息，而缺少主动分析和判断，这就是所谓的思维懒惰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多频道时代的电视相处方式。现实是，年长者很难离开电视。根据放送文化研究所的调查，70岁以上的人，平均每天大约有6小时坐在电视前，也就是说，将近一天的1/4都在电视前度过。所以说，立刻停止看电视并不现实。因此，长期严厉批判电视的作者，反而思考，既然无法不看电视，那至少应该改变看法。电视确实很便利，但也有风险。观点容易被节目带着走，长时间被动接收信息会导致前额叶不动，情绪容易被刺激带偏。但是作者认为，只要正确使用，电视可以成为极佳的脑力训练工具。电视的危险来自制作方，而非观众。过去和田先生常批评电视节目偏颇不平衡，
但它并非责备观众，而是提醒。节目会刻意强调特定角度，为了收视率会加入刺激性内容，很多观点并不全面。解决办法不是不看，而是带着前额叶去看。那么，如何用电视锻炼大脑？书中给出了许多方法：一、多看不同频道，避免被单一观点洗脑，不要永远只看同一个新闻台或同一种节目。换频道，就是在训练大脑适应不同信息。观看电视时要保持主动思考，可以尝试吐槽或质疑节目内容。当你看到某些观点或信息时，不要被动的接受，而是在心中提出疑问。例如，为什么节目只报道这一面？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观点或解释？这个结论是否有些武断或片面？事实和数据是否足够支持这个说法？这种做法不仅仅是批判或挑剔，而是一种让大脑前额叶主动运作的训练。前额叶掌管思考、判断和分析能力。当你主动对信息提出问题，进行比较和思考时，前额叶就像肌肉一样被锻炼，变得更灵活、更敏锐。此外，主动吐槽或质疑还能帮助你更深入理解信息，形成自己的观点，而不是单纯依赖电视提供的结论。这不仅可以预防思维懒惰，还能提高判断力，让你在面对复杂信息时更容易分辨真伪与价值，从而延缓大脑老化，保持思维敏捷。如果你愿意，这种训练还可以延伸到生活中的其他场景，比如新闻报道、社交媒体信息，甚至日常决策，形成持续的前额叶锻炼习惯，让大脑始终保持活跃状态。二、不要被动的一直看，要有目的的去看。例如，看新闻时关注议题结构，看综艺时观察主持人如何带动气氛，看电视剧时思考角色动机。电视不只是娱乐，它可以是思考素材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刺激大脑，如何高效阅读报纸。报纸的真正价值。正在观看这期视频的各位，很多人应该都有定期订阅报纸的习惯。既然每个月支付了不低的订阅费用，如果只是随便翻翻、漫无目的的浏览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为了预防大脑退化，我们必须把报纸读出价值，把花出去的钱赚回来。首先，从最简单的做起，把电视里让你在意的新闻，再通过报纸确认、深挖一次。电视常常以短时间、易理解的方式说明重点，但在背景分析和相关信息方面，报纸通常做得更全面、更深入。特别是对于开始步入高龄阶段的人来说，有的是时间，利用报纸主动去深度理解，是最有效的脑部训练。报纸为何有独特价值？纸质报纸的版面结构、标题大小、文章位置，都带着编辑部的判断。你可以从以下角度观察、思考：今日头版头条是什么？电视节目里热议的话题，报纸如何处理？某个议题在报纸中的重要度是什么？仅仅是思考这些，就能看出报社的立场与价值观，进而刺激你的前额叶进行思考。反观如今的年轻人，大多数只看网络新闻，在网络上，所有新闻都被以同样大小的卡片显示，点开什么主题，就会不断推送相似内容。长期如此，你会渐渐被信息茧房困住，这会导致你无法掌握真正的社会热点，也难以接触与自己兴趣完全无关但却重要的资讯。而纸质报纸的魅力就在于，翻页时，你会偶然遇到从未关注过，却意外精彩的文章。这种意料之外的刺激，正是激活前额叶的最佳方式，也是纸质报纸最宝贵的价值。延缓大脑老化的报纸使用方式，以下是让报纸成为提升大脑的工具的关键方法。提示一：查阅、思考，一边读一边动脑。阅读报纸时，不要无意识地一路读到底。当遇到不懂的词、不理解的内容时，请一定查词典，问身边的人，用电脑或智能手机搜索，顺着链接继续扩展周边知识。在网络时代，一个词就能让知识连锁扩展。这种不断衍生的新信息，
是最能刺激前额叶的方式。重要的是，遇到难懂的内容，不要跳过，要逼自己理解，逼自己思考。随着理解力提升，你的知识世界也会随之扩展。当然，也要像看电视一样保持批判精神。报纸写的就一定正确吗？有没有遗漏？有没有立场偏差？一边思考一边阅读，本身就是大脑训练。提示2：比较不同报纸，训练思维多样性。面对重大新闻时，试着对照不同报社的报道，比较用词、角度、标题，阅读各家报社的社论。同样一件事，在不同报纸上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解读。对照这些差异，会让你理解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观点有多种角度，人的立场会影响文章呈现。这些都是培养思维弹性、维持大脑年轻的重要训练。如果觉得订阅多份报纸太麻烦，可以去图书馆，不仅能读多家报纸，还会增加外出机会和人际接触，对大脑更好。总之，报纸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工具，更是锻炼大脑、延缓衰老的前额叶训练器。关键在于主动阅读，而非被动浏览；思考、质疑、比较，而非一味接受。让信息转化为行动和讨论，激活前额叶。只要你每天都能用这种方式阅读报纸，你的大脑就会一直保持活跃，思维敏捷。与其只是刷新闻、看热闹，不如把报纸当作认知锻炼的伙伴，让阅读变成大脑的健身房，让每一次翻页都成为防止大脑老化的有效训练。总之，和田秀树先生的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电视和报纸并非只能用来消磨时间或获取信息，它们也可以成为激活前额叶、延缓大脑老化的工具。关键在于主动阅读、主动思考、主动质疑和比较，把每一次观看或翻阅的机会都变成大脑锻炼的契机。换句话说，让信息真正为大脑服务，让每一天都成为健脑日，这是预防衰老、保持认知健康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